如果你的国家呢暂时不再是这个Stripe支持的这个范围内，导致你没有办法使用一个Stripe账号，那大家呢也不用担心。那今天呢这里有一个方法，我们可以注册一家美国公司，那么用我们的美国公司呢去申请一个Stripe的账号。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郁金香跨境电商指南。如果说你正在网络创业，正在做一个跨境电商，那特别是面对全球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业务，但是呢你可能会受限于所在的国家，无法直接开启一个Stripe的一个账号。今天呢我就会分享如何申请一个Stripe账号的一个方法。那么你呢可能是一个一线的一个高级讲师，那你的学生呢遍布五湖四海，当你在销售你的课程的时候呢，你可能需要用美元来进行一个收款，或者说呢你做的是一个跨境电商，那你希望找到一个兼容多币种的一个支付解决方案。那么就像我们的 Shopify 独立站一样，需要你的一个收款功能，那用的最多的呢，那么就是我们的一个Stripe。那它运行着一个全球客户软件以及一个服务平台，那么我们可能需要借助一体化的平台来处理我们的订单，一个订阅账单，并且呢现在呢加密货币的话也是越来越流行如果说你想介入到里面来的话，那这些呢都会面临一个问题，那么就是一个收款的问题。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国际收款用的最多的呢，目前呢就是两个工具，那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PayPal， 还有一个呢就是 Stripe。Stripe 为什么大家一定要来申请 Stripe 账号？因为它的交易手续费会比 PayPal 的话低很多。这个 Stripe 呢，它提供了一个无缝支付的一个体验，让用户呢他不需要离开当前的一个页面呢，就可以完成一个支付，这样呢极大的提高了我们支付的一个成功率。但是 PayPal 账户的话因为一个地域的一个差异呢，它的转账的话是受限的。PayPal 账户的话，它在某些国家转账的话，它是没有办法使用的。比如说在中国大陆地区 PayPal 的话，在中国人之间的话，你是不能直接进行一个转账的，这样呢就给我们很多创业者来说呢没有办法使用，所以呢我们只能申请Stripe账号。而这个Stripe它没有像 PayPal 那么多的一个限制，最主要呢还有一个它的交易手续费呢也很低。那本期视频呢我就会带大家一起来实操，教大家怎么样申请一个Stripe的账户。那首先的话，Stripe的话，它支持的哪些国家可以进行一个申请？之前呢，我也有出过一期视频教大家怎么样用我们的中国大陆的护照呢，去申请一个Stripe的一个账户但是呢，那个是个人的一个账户个人的账户有限制。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教大家如何注册一个Stripe的一个企业账号。这里我们可以看到Stripe 目前呢已经覆盖了46个国家。那这个网站在中国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那只有香港它是支持的，就连台湾它都不支持。那如果说你的国家呢暂时不在Stripe支持的这个范围内，那大家也不用担心。这里呢我们也有方法用我们的美国公司呢去申请Stripe的一个账号。那么说到这里呢，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呢就会很疑问，那为什么我们要选择美国的公司呢？那首先的话，我们都知道美国的金融环境的话，它是比较方便。那你可以以你公司的名义呢，去开一个美国的一个银行账户，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注册公司的话，可以提升品牌的一个国际形象。那么在美国注册公司呢，更容易接触到北美市场。当你甚至当你挣到钱以后呢，你还可以零手续费把你的钱呢转移到美国账户里面进行一个投资。它呢是一家在线的一个证券公司专门为投资者提供一个股票期权，并且呢它还是一个 ETFs 和共同基金的一个交易的一个平台。那如果说你正在找一个这样的一个中文的一个投资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呢也是你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它也是第一证券，并且呢它呢还提供一个中文服务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呢，我们点击这个地球就可以看到了，它呢支持中文、英文，还有一个繁体中文，所以说对我们中国的朋友来说呢也是非常友好的。很多朋友可能没有注册过美国公司可能会觉得它非常的复杂，那其实呢注册美国公司它也很快，想1-2个星期呢基本上就可以完成。
那在这个注册之前呢，大家需要准备几样东西，这里呢我都会一一的给大家讲解。首先一点呢，就是你需要找一个靠谱的美国代办公司。那等一下呢，我会来实操给大家看啊。那这个代办公司的话，可以帮你搞定政府的所需要的一些文件，还会给你一个合法的公司地址。就算你在美国有亲戚朋友，那这一步呢也得找代办啊，因为这个规矩还是非常麻烦的。专业的事情我们就交给专业的人来做。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还需要一个美国的一个电话号码。我们用这个美国的电话号码呢，是登录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用这个电话号码来收一个验证码。那你呢还需要申请一个 EIN 公司的一个身份证。后面呢，我们在申请司税部的时候，我们需要开一个美国银行的一个账户。注册这个司税部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绑定的。那么最后的话，我们还需要提交一个 BOI 报告。那什么是 BOI 报告呢？这里其实大家遇到的任何问题啊，也不要着急。如果说你有 GPT， 那么你都可以把这些问题呢直接抛给 GPT 啊，它都会给你做一个详细的解答。如果说你还没有一个 GPT 账号，描述栏呢也有一个成品账号啊，大家可以去点击购买。那什么是 BOI 呢？这里可以看到 GPT 呢给了我们的一个详细解释。简单的说呢，就是说你公司里面谁是老板，需要你老板的一些信息来给它填进去，还有你这个老板的一些姓名地址啊，这个呢也是美国的一个新规定。那这么做呢，也是为了防止洗钱啊，还有一些假的公司。那这个法案的话叫做企业透明法案。我们今年呢也是2024年1月1号呢才正式开始生效。那这个法案的规定的话，必须在2025年1月1号之前提前提交 BOI 的一个报告。2024年注册的公司把这个 BOI 报告提交上去，那明年2025年之后注册的企业的话，就必须在30天之内提交这个报告。报告的对象呢是美国财政部下属的一个金融犯罪执法网络。那后面呢，我也会教大家怎么样在线进行一个提交。那接下来呢，我就来实操给大家演示了怎么样注册一家美国公司。那无论你做的是跨境电商、全球在线的一个工作一个行业，注册一家美国公司呢都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知道美国人的话，他或多或少的话，他更偏向于本国的一个公司那通过代办机构的话，成立一家美国公司是一个相对简单并且比较高效，特别是对于我们初创的一些企业我们一些刚刚创业的一些老板来说，对于一些注册的流程呢，我们是完全不知道的。你自己去注册，那可能会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可能最后呢也不一定能搞好。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找这样的代办公司。今天我要用到的这个代办机构呢叫 Lawflast也就是西北公司。那这个西北公司的话是做公司代办的一个机构。那它有什么特点呢？它的一个操作流程是非常简单的。最方便的一点呢，就是它可以进行一个全程的线上操作的一个特点所以呢，这个呢也是深受广大朋友的一个好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家代办公司呢，它拥有非常多的员工已经全国呢已经超过有300万家的一个企业。那差不多呢，那它呢也差不多拥有一个20年的一个行业经验，以一个高质量的一个客户支持的话闻名。那他们的定价呢也相对于透明，没有什么隐藏的一个费用，比较适合一些初创的企业，还有一些中小型的企业。特别是说，如果说你是做跨境电商的，需要注册一家美国公司，那这个网站就特别适合你。那么这里呢，我会把这个 Lawflast 的一个链接呢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也就是这个西北公司的一个链接。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暂停视频，打开描述栏的链接呢，跟着我一起来实操。那么你只有跟着一步一步操作呢，你才会知道你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这个注册过程其实也非常的简单。那在这个网站呢，注册一个公司也很便宜我相信这个呢是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那么它呢，注册一家公司呢，只需要$39。那这个$39呢，是他们收的一个服务费，其他后面要花的一些钱比如说提交给政府的一些钱是另外算的，他们是收$39。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话不多说大家打开描述栏的链接，打开之后呢，你就会像我一样来到这样一个页面。
如果说你的英文不好啊，可能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建议大家呢可以在你的电脑上面安装这样一个插件啊，它的名字呢叫沉浸式翻译。那么这里你可以直接在谷歌打开谷歌，在这里搜索一个沉浸式翻译。OK， 这里呢你就可以点开这个沉浸式翻译。那么这里打开这个沉浸式翻译呢，这里呢选择第2个可以看到沉浸式翻译，这里点击打开，在这里可以看到添加至这个扩展程序啊，我们把这个点一下，这里添加至扩展程序，这里我们再点一下确认一下。OK，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点击关掉，鼠标回到左上侧啊，这里有一个扩展程序，我们点击打开，那么这里沉浸式翻译呢就已经安装上了，这里有一个钉一样的，我们把它点一下，固定一下。固定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平时呢，可以在这个上面呢就可以看到它。回到我们刚才的页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点开这个，那在我们点开这个翻译，这里刷新一下，再点刷新之后再点一下这里翻译啊，直接点一个翻译。这个呢，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是中英文对照翻译啊，英文也在啊，同时呢旁边也给我们出来了一个中文啊，这样2步步啊，你也可以选择看英文，也可以选择看中文。那这样呢，我们就会有了一个中英文对照的一个页面哈。首先呢，第一个啊，你想开始什么类型的一个业务，就是你选择你公司的一个类型。这个 LLC 呢，就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那么这里大家如果说不懂哈，你可以啊，这里可以截个图。如果说你有什么疑问啊，你可以去问一下 GPT。那么这里我们可以问他啊，这个是 SLC 是什么意思？再点击一个发送。现在有了 AI 工具，其实很多问题我们都不需要自己去想去思考。那这里他告诉我们，就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那么这个 LLC 呢，通常适合中小企业、初创公司、自由职业者和希望保护个人财产的一个投资人。LLC 呢，可以有1个或多个成员，没有人员限制，也没有要求必须是美国公民或居民。所以呢，可以看到它也可以是1个或者多个成员，所以呢 LLC 那你个人的一个财产呢，你不用担心公司欠的钱呢会动用到你个人的一个财产。第2个呢，这个呢是一个独立法人的一个实体，那么这个呢公司呢，它比较适合一些大型的企业，股份的话可以分给股东，但管理起来呢比较复杂。这个非常适合一些大型的企业啊，它股份的话你可以分给股东，但管理起来呢是比较复杂的。如果说你公司以后考虑上市的话，可以选择这个。第3个的话就是一个非盈利组织，这种公司的话不是为了赚钱。那么这里我们就选择第1个有限责任公司。那么第2个选择就是你想在哪里创建你的业务。那么就是说你要把你的公司呢选择注册到哪个地方。那这里呢相信很多人又开始纠结哈，这里呢我们会推荐3个州，当然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啊，我们还是可以问 GPT 啊，在美国注册公司在哪几个州比较好。那这里呢他给我们推荐了一共推荐了5个啊，这里呢我们考虑前3个。第1个呢是特拉华州，第2个是内华达州，第3个呢是俄亥明州。因为这些州的话它是可以免营业税，还有一个所得税，我们都可以看到啊。这里呢 GPT 呢也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啊，税收优势，没有销售税、个人财产税以及一个州营业税。那么这个内华达州也是没有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这些哈都没有。那俄亥明州呢，它也是公司注册的一个费用和年费较低，它也没有一个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所以这3个州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这里面不需要你选，它这里面已经有了，直接选就可以了哈，不需要输入。我们往下拉，这里有个特拉华州，看一下。你在左边选好之后呢，那右边呢它就会出现一个价格。那这里你可以看到啊，你还可以选择一个时间，比如说这里呢是11天内处理，这个是9天之内处理，这个是加急的。那加急的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费用呢会更高。那这里呢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其他州，比如说这里有个俄亥明州，我们点一下，这里可以看到啊它的一个不同时间的一个不同收费情况。如果说你要加急3天的话，可以看到了它这里呢有个179美金加上一个39美金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服务费啊，加起来就是218美金。那么这个呢是一个5天的一个处理时间啊，它是139，然后加上基础的一个39。
需要178。那么这个呢是7天7天呢就是104美金。正常情况下呢，选择7天就可以了。如果说你的时间越急你需要的越快，那么它的收费呢就会越高。那这里你可以看到你换不同的地方呢，它的收费情况都不一样比如说这里我换一个纽约给大家看一下，纽约的费用呢就高了许多可以看到它1天就可以完成它的费用呢要280加一个基础的费用，那么3天呢要240这里它那个5天呢都需要205美金。所以呢，它的地方不同，它的收费也会不同。那么纽约州可以看到它的价格呢，相对于要贵一些。那我这里还是强烈建议大家呢，可以把你的公司呢注册在特拉华州或者俄亥明州，或者说内达华州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3个州特拉华州或者内华达州。那么我们这里就选择一个怀俄明州。那这里时间呢，我们就选择一个7天。那接下来我们鼠标往下拉。那么下面这里呢，我们将为你提交受益所有权信息。那这里不需要，我们把它关掉。那如果说这里你看到打开，它是有一个25的一个费用在里面BOI 报告。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个 BOI。那等到我们的公司注册下来之后呢，这个很简单，到时候我们自己去提交一下就可以了。因为这里你可以看到，你开的话，它需要有一个25的一个费用产生。这里我们不需要直接到时候我们自己去提交就可以了。后面呢，我也会演示给大家看怎么样来提交这个 BOI。上面这里我们选的是一个7天的一个时间OK， 这上面呢我们选的一个有限责任公司，这里我们选了一个7天。选好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这里点一个继续。接下来就是来填我们的一些公司的一些信息。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填你的一个公司名称。这里呢你可以根据你公司的名称来填写你要先想好你公司的一个名称。那还有一个情况你的这个公司呢有没有被注册，有没有重名。这里呢你可以来到一个怀俄明州的一个政府的一个网站进行一个查询比如说我这里输入的一个小鱼儿，复制一下，看到这里是一个查询中心，这儿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名字呢输入到里面。输入好之后呢，可以看到这里点击一个查询。那这里你可以看到未查询到结果，证明呢可能他还没有被人注册。那如果说这下面有一些相关的数据并且有这些名字的话，证明呢他已经被人注册了这里这些相关的链接我都会放在下面的描述栏里大家可以打开来自己去进行一个操作。这里有注册的话，你还可以点击进来再看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第二个问题就是将诉讼和法律通知的副本呢发送给你的律师。这儿我们就直接选择这个 No， 不需要。第3个呢，使用通用的一个商业目的。这里可以看到使用通用的一个业务目的。那这个呢，我们把它点击打开。因为美国公司呢和中国的公司呢，它是有点不一样的。美国的公司它是不限定，只要你经营的这个事项呢不违法就可以了。一些特殊的情况除外比如说一些什么军工武器那这儿我们就把这个给它打开。我们再接着往下拉。这儿的话需要你选你的这个公司的一个实际的地址。那这里呢，我们就直接选择我们的注册代理地址，我们就是用这个西北公司来帮我们提供的一个地址。这里我们就直接选第一个。那再往下呢，是你的一个你希望在州政府备案的一个邮寄地址。政府以后如果有信件的话，他会发到这个地址上。到时候如果说政府有文件寄过来的话，那他会把这个文件拍个照电子化上传到我们的一个账号的一个后台。所以说呢，你不需要一个美国的地址，那么更不需要你亲自去美国西北公司呢，他会帮我们处理好。那这里呢，我们还是选这个我们的注册代理地址。那这里选好之后呢，接下来我们点击右边的这里一个继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来到这个公司的一个管理。这里可以看到一个会员管理它这里呢一共有2个选择，第一是会员管理，第二个是经理管理。那第一个公司会员管理呢是一个公司就是一个成员自行管理。第二个就是说你请了一个经纪人呢来进行一个管理。这里我们就选择这个会员管理就可以了。下面填入你的一个名字你的一个姓，输入这里输入的是英文，名字在前这前面是名字，后面是姓大家不要填写错误了，用拼音填写。接下来呢，与国家一起记录的地址你这里向政府记录的一个地址。这里呢，我们还是选择注册的
我们注册代理地址。接下来我们再点这里一个继续。接下来呢，就是要输入你的一些电话号码，你所在的国家或还有你所在的城市呢，这里呢大家如实填写就可以了。那比如说我们在中国啊，这里呢我们就选中国就可以了。你的电话号码填进来，那么你来自哪个城市啊，这里填好。切记啊，这里就填一个真实的信息就可以了啊，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联系方式。填好之后呢，我们这里还是点击这里一个继续。接下来呢，要填入你的一个电子邮件，那设置你的一个密码。那么这个密码呢，大家设置好了之后，一定呢要找一个备忘录呢，把它记下来啊。怕的是时间久了之后呢，你自己都忘记了啊。这里你的注册的电子邮件啊，这个电子邮箱地址也把它记下来，包括一个密码。那这里的密码呢，它是有要求的，可以看到密码至少是8个字符，至少呢它包含一个大写字母，至少呢包含一个数字。大家呢在这里呢按要求来进行一个填写好就可以了。填写好之后呢，我们就点一个继续。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的最后一步了。它这里呢是一个企业身份，这个企业身份的话，它是一些附加的一些费用，可以看到啊，比如说呢，它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域名啊，提供一个网站的一个托管啊，提供一个 SSL 的一个安全保护啊，最多呢有个10个企业的电子邮件，那么公司电话号码和服务。那如果说你需要的情况下呢，你可以把这个下面这个打开。那如果说你不需要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关掉。那么建议呢，大家呢这些啊，目前我们可以不需要啊，这些东西以后自己来做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就点一个继续。那左边呢，它还会有一些可选项目，比如说这个税号啊，比如说美国国税局的一个公司选择呀，还有什么特级邮件服务啊、商标服务啊。那么这些呢，我们都不需要啊，不用去勾选它。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一个服务费39块钱，还有呢，我们7天的一个处理有$104，一共呢就是$143。我们点击这里一个继续，那么可以看到啊，我们接受的一个信用卡，那下面这些呢，你有哪一个卡呢，就用它来支付就可以了。那这里填上卡上的名字啊，卡上的一个姓氏啊，包括你的卡号啊，安全码。这里把它相关的填起来就可以了。那填好之后呢，就直接点这个提交就可以了。那么再过2天的话，你大概就会收到一个西北公司发过来的一个邮件，说你的公司呢已经注册成功了。然后这里呢点击顶部啊，有一个文件，那下载我们公司的一些相关的文件就 OK 了。接下来的一步的话，就是我们需要去搞定一个美国的一个电话号码。那这里呢，我推荐啊，大家可以使用这个 Zdarma 这个网站。因为在网上看到很多人呢使用了很多的 APP 来购买美国的一个电话号码但是大多数呢都不太好用。那这个网站提供的还比较可靠。那么这里相关链接我也会放在下面的描述栏里。通过这个网站的话，你可以获得一个长期使用的一个美国号码。这里大家如果说英文看不懂，还是我们点开我们的这个中英文翻译，点击这里一个翻译，在这里你就可以申请一个虚拟电话号码用这个虚拟电话号码呢来接受一个验证码，打电话都可以，你也不需要去办一个实体卡办实体卡相信大家办过的都知道它非常的麻烦。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新公司刚刚做跨境电商的。这里呢我们点击这里有一个右上角有一个报名，那么在这里呢你输入你的一个电子邮箱，输入你的一个电话号码，那么填你的邮箱输入你的电话号码，再输入一个密码。那么接下来这里勾选一下验证一下，点击这个注册这里勾选一下同意点一个注册。那么接下来呢，它会向你的邮箱呢发送了一个确认邮件，我们这里去打开邮箱，点击确认，点击这里确认一下，激活一下你的账户。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把我们手机号收到的一个验证码来给它添加进来，那这样我们的这个账户呢就注册成功了。点击顶部这里有一个订购一个虚拟电话，那么我们点击这个按钮这里的第2个按钮，那这里可以看到它就会显示一些国家的一些电话号码，前面是国家，后面呢是对应的一个费用和价格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选择所有的国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非常多的一些号码，基本上一些主流的国家呢它都有。那么我们还需要呢一个手机可以打电话，还需要接收一个验证号码，我们还需要一个短信所以我们这里呢就点击最后这个选项，那么就是这个 Mobile SMS。那往下拉可以看到这边呢是它的一个付款方式，
你可以选择按月支付啊，也可以选择按年支付。那按月支付会更贵一点，按年支付的话它就会更优惠一点。这儿我们选择的是这个手机加短信。那这里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个美国，如果说我们按月支付的话，可以看到按月支付呢就是$6，那我们按年支付呢就是$3，看一下，那么差不多呢，便宜了一半啊，只需要$3。那这里呢，我们就选择这个，点一下。那鼠标往下拉，你可以看到这里呢有很多的电话号码，那你喜欢哪一个号码呢？你可以勾选哪一个。这里比如说你随意的选择一个，选好之后呢，下面呢同样啊填入你的姓名，那再往下啊还有你的国家这些信息填写一下。这里呢你填入你的一个真实的联系地址就可以了，比如说你在中国，你就选这个中国就可以了。鼠标再往下拉，拉到底的话，这里呢需要拍一下你的一个护照啊，把你的护照呢传进来就可以了。护照的话，你需要把整页拍下来上传进去，全部填写好之后呢，点击这个完成验证就可以了。那我们接下来的一步就是我们需要来申请这个 EIN。 那么什么是 EIN 呢？这里大家可能又会非常的好奇。那这儿呢，我们还是问一下 GPT 啊 ，EIN 是什么？那么 EIN 呢，简单的说呢，它就是一个雇主识别号码。就比如说就像 SSN 或者 ITIN， 那对应个人一样的话，实体也有对应的一个税务识别号，就是这个 EIN。 那这个呢也叫美国联邦的一个税务局的一个为识别企业和其他组织而分配的一个唯一编号，也叫联邦税号。这里呢，美国公司啊，比如说西北公司给我们发邮件说我们的公司注册好以后呢，那我们就可以来申请这个 EIN。 在没有申请成功公司之前呢啊，大家先不要来申请这个，因为当我们的美国公司注册好了之后呢，无论是税务申报还是银行开户呢，那它都需要这个 EIN。 这个是美国公司正式经营的一个基础。那申请这个 EIN 的方法呢有2种。如果说你没有一个 ITIN， 没有 SSN， 那么可以通过传真的方式呢，把你的准备的资料呢准备好以后呢，发送给这个 IRS， 直接发传真给他。 IRS 呢是美国国税局。那如果说你有这个 ITIN 的话，那就非常的方便了啊，直接在线申请就可以了。 EIN 在线申请的一个链接呢，这儿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啊，特别是我们创业的一些朋友呢，是没有这个的。那这个方法啊，它只适合有 ITIN 的朋友来到这个网站以后呢，他就可以直接在线申请。那直接在线申请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营业时间啊，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到晚上10点，美国东部的一个标准时间。那么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申请步骤啊。步骤1哈，确定资格；步骤2，了解在线的一个申请；步骤3呢，提交一个申请。那么这里可以点击立即申请，在线申请。那如果说你没有在它规定的时间进来呢，你打开的界面呢，可能就不是你想要的一个界面。那只有在它规定的时间呢，你打开啊，你才可以进行一个申请。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传真资料申请这个 EIN 的方法。那么还有一点呢，我们还需要填写一个 SS4 表格。那我们需要先把这个 SS4 表格填好以后呢，我们再传真给这个 IRS， 也就是美国的这个国税局。那传真号也是在这个里面的啊，大家可以在这里面来找一下。还有朋友可能在想，这个 SS4 表格怎么填写呢？那这里呢，我也在网上找了一个这个模板啊，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模板来填写。这个里面可以看到填写的内容很多，需要花一点时间把这个表格呢好好的填写一下。那么这个表格的下载地址呢，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那这个表格啊，你可以打印出来，用手来填写。那使用一个黑色的笔签名，这里面所有的一些信息的话，建议大家都用一个大写字母来进行填写。全部填写好以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发传真。那么这里发传真的话，这儿呢，我也给大家推荐2个网站啊，可以直接发传真。比如说这里有一个网站呢，它的名字叫 FaxPost， 这2个网站呢都可以进行一个发传真。那么这儿我还是给大家翻译一下。那这里呢，还是推荐大家来使用这个网站。推荐它的理由呢，它有一个30天的一个免费试用。那30天免费试用的话，你可以在这个试用期间呢，当你收到这个 EIN 以后呢，你就可以来取消他们的一个订阅啊，那么你就可以避免被扣费。
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几天时间就可以收到这个 EIN。那么这里可以看到30天的一个免费试用，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个免费试用。进来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它的几个选择，这几个套餐呢，我们需要来选一个。第一个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免费的哈，但是免费的呢，它是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收传真的，所以我们选择中间这个付费的，它也可以免费试用。那么我们就需要订购它的一个服务啊，这里我们点这个免费试用就可以了。这里用你的一个谷歌邮箱来进行一个登录，这里我们先订阅也没有关系啊。当我们收到这个 EIN 过后呢，我们就可以到这里来30天内呢来进行一个及时的一个退款。这里我选择用一个邮箱登录一下。OK， 这里需要创建一下你的账户哈，这里直接点击个同意并注册。如果说你已经有账号，这里可以点你已有的账号。那么这里勾选一下同意并注册，接下来的话你填入你的一些信息就可以了，你使用什么卡，这里勾选一下，可以看到你的30天试用呢就从今天开始。如果说30天之内你改变主意了，你可以取消你的一个套餐啊，我们不会向你收取任何的费用。这里弄好之后，你就可以把你的表格呢给添加进来，点击一个上传就可以了。那么这些信息全部填完之后呢，在下面这个记得一定要勾上哈，这里可以看到有30天的免费试用。这里你登录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来到它的一个后台，把刚才的那些信息啊，比如说我们填的这个，把我们填好的这个表格 SSC 表格呢，给它加进来，点击上传。那传好以后呢，在它的右下角呢，需要填入美国国税局的一个传真号。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专门来这里搜这个 SSC 表格的一个传真号码。我们需要把这个传真号呢填进了，然后点击右下角，它会有一个发送按钮，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当你发送出去以后呢，一般呢等个2到3天的话，你就可以申请到。那如果说你等了很久了都没有收到的话，那这里呢我们可以打美国国税局的一个电话啊去咨询一下。那这个电话从哪里找呢？我们可以来到这个谷歌啊，在这里搜索美国国税局的一个电话，大概就是这个啊1800，大概就是这个号码。如果说你英文不好啊，打这个电话有点费力的话，那这里大家也不用担心，你也可以来到淘宝，你可以在百度里面搜索淘宝，打开淘宝之后呢，我们可以在这里搜索一个代打英文电话。那淘宝里面呢是专门有人可以帮你代打这个英文电话。那你可以看到这里，比如说国际电话代打呀，还有一些什么境外电话代打等等啊，他们都可以帮你提供一个电话号码代打的一个服务。那么这里啊，大家一定要利用好淘宝。那么当我们的 EIN 申请下来以后，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申请一个美国的银行账户。对于一个海外人士来说呢，我这里呢比较推荐的话是这个水星银行。那水星银行的话，它的账户的话没有余额的要求，免管理费，而且的话它可以申请到一个信用卡啊、扣账卡，还有一个什么投资贷款，并且呢它支持多种币种。它的总部呢是设在美国的一个洛杉矶，主要客户呢一些创业型的一些公司，还有呢就是互联网公司啊。它支持一个远程的一个开户，跟美国的华美国泰的话有点相似啊，它支持一个全程远程。所以说现在啊做什么事情没有你想不到的啊。所以说现在很多问题啊，我们没做之前觉得很难，当你遇到了之后，它都会迎难而解，并且呢，它呢没有强制的一个 SSN 税号的一个要求，也就是说，即使你不是一个美国籍，没有 SSN 或者一个 ITIN 呢，那也同样可以申请开通。那它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专为电商打造的一个银行，那它可以跟美国本土很多线上平台无缝的一个连接，比如说亚马逊啊，或者说这个 Shopify。同时的话，它还支持我们今天要申请的这个 Stripe。那等一下我们申请到这个水星银行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到 Stripe 里面来申请一个 Stripe 的账号。那我们在申请这个水星银行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准备工作？首先呢，你需要有一个美国的静态 IP， 还有一个就是证明文件。申请美国银行的一个准备工作啊，美国的一个静态住宅 IP， 还有就是一个证明文件啊，公司注册后的一个证明文件，我们可以在西北公司里面这个文档里面呢，把它全部下载下来。那它还需要一个
EIN 的一个证明文件。这里我建议大家呢，再申请一个 EIN， 申请 EIN 过后呢，1周呢再进行注册这个银行，这样呢它就能够它应该能自动识别这个 EIN， 就不需要文件了。还有呢，你可能需要一个美国的一个私人地址，那这个呢也可以不要那如果说你需要收他的一个实体卡，那你需要一个美国的一个私人地址，那你不需要这个实体卡，那就不需要这个美国的地址。那如果说有租用美国地址的这里呢我也下面所有的相关链接呢我也会放在下面的描述栏里。那么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去租一个美国的一个私人地址，到时候帮你去收一下这个实体卡就可以了。这里你如果需要实体卡，水星银行的一个申请链接这儿呢我都放在下面视频的描述栏里大家可以去点击打开。怎么申请呢这个是大家最感兴趣的，我们这里还是翻译一下给他。我们先点击右上角的这里有一个申请按钮，那么我们点击这个按钮，这里继续给大家翻译一下。进来呢，你需要填写你的姓和你的名。这里姓名呢要用一个英文进行一个填写就用我们的拼音。下面这里呢填入你的一个邮箱号码。那这个下面这里呢是你需要设置一个密码。密码这里可以看到它至少10个字符你这里太少了就不行。OK， 密码输入好之后呢，就可以点击这里开始申请。这里呢，我需要再给大家再讲一遍这里你的姓名要和你在西北公司注册的公司呢是一个名字，要和这里呢进行一个对应不要弄成2个名字来你西北公司申请是哪个名字，那你这里就申请就用哪个名字。那接下来我们点这个开始申请。那这里你注册好之后呢，这里会收到一个验证邮箱里面会收到一个验证信息，这里确认一下。进来之后他问你对这个哪些功能感兴趣这下面你选哪个功能你需要哪个功能你就选哪一个，选完之后点下一个。这儿他问你是否雇佣了以下人员，比如说员工或者说簿记员以上都不是，就点下一个。这里呢你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进行一个选择，点下一个。那么接下来呢就需要填入你公司的一些信息，可以看到法定公司的名称、注册的国家你的一个电话号码，还有你的一个雇主识别号。那这个电话号码呢就填中国的你的一个电话号码就可以了。雇主识别号呢 EIN 呢，当你的公司注册下来1个星期以后呢，大概率它这里就会自动识别出来。而公司的网站如果有这里可以看到你可以进行一个填写，那么没有呢也可以不填它这是可选的。往下公司的这些类型呢你就如实填写就可以了。这儿我们点击下一步。接下来呢可以要填你公司的一个法定的一个地址。那这个地址信息的话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如果说你后面需要实体卡的话，那这里的话你可以输入美国的一个私人地址，后面的话实体卡它会寄到那个地方去。那如果说你不需要实体卡，那这上面的话你可以直接填你身份证上面的这个地址，后面地址证明呢你直接用你的身份证、家庭住址这些信息都可以填。国内的就直接填身份证国内的都可以身份证你也可以使用你的一个护照或者说你社交媒体的一些链接。接着我们点下一步可以看到这里就是你个人的一些信息你的电子邮件、你的职称你的全百分比。接着点下一步。那这一步的话你可以直接把西北公司里面的一些公司的文件呢直接传进来就可以了。那这里填好以后呢，直接点击下一步。那么他问你这个预期的活动，你会在国际上汇款或者收款你这里可以选这个这儿呢他建议你返回再检查一下以上的这几个选项有没有填好。那么填好之后呢，点击一个提交就可以了。那可能呢一般2到3天呢申请注册就下来了。申请下来以后呢，他会给你发一个邮件他会恭喜你，让你的银行账户呢开户成功。接下来的一步呢就是要提供我们的 BOI 的报告。这个 BOI 报告的话也是今年2024年的1月1号开始实施的。它主要目的呢就是为了打击一些洗钱，比如说虚假公司那我们可以在这个美国金融犯罪执法局的话直接在线来提交这个报告就可以了。相关链接这儿都放在了视频的描述栏里。在美国呢你就要遵守美国的一个法律，按要求的话提交就可以了。来到这个网站以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里有你选择你最适合你的一个申请方法。
来到这里之后呢，我们鼠标往下拉，我们就点这个准备并提交，点击一下，点这个我同意。那么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那么这里英文不好的朋友啊，可以直接点击沉浸式翻译啊，把它翻译过来看。这里面有一个报告公司啊，我们点这第2个按钮，那么就是公司的一个注册地址啊，直接填西北公司给你的地址就可以了。点完这里填完之后呢啊，在后面可以看到它一共呢有几个选项啊，在这里啊，你挨个来填写哈。最后一个呢就是一个提交，你可以自己啊填完之后，这里呢自己先预览检查一下。当我们把这些所有的信息呢全部都已经准备好之后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这个 Stripe 来进行一个账号申请了。现在的话，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美国的电话号码，有一个美国的水星银行账户啊，有了公司的一个 EIN 啊，有了美国的一个地址。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 Stripe 的要求呢，进行一个填写就可以了。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打开这里，点击这个立即开始。那这儿 Stripe 也好啊，所有的相关链接呢，我全部都放在视频下面的描述栏里啊，大家可以找到相关链接呢来进行打开。这里我们就点一个立即开始。那这里啊，你没有一个 Stripe 的账号，这儿我们就直接创建一个账号就可以了。创建账号呢，这里输入你的一个邮箱地址啊，输入你的一个全名。这里地址我们可以选择美国就可以了。接下来呢，这里地址啊，我们直接选美国。接下来这里呢，自己设置一个密码。再往后呢，大家可以按照它的步骤呢，按照它的一个要求呢，一步一步去完成啊，提交公司的信息，提交你的美国账号的一些信息，一步一步的操作就可以了。后面呢，其实都非常的简单，因为我们所有的文件呢都全部准备好了，我们主要就在这里来进行一个提交就可以了。和以前的话，之前2024年以前，那我们多需要提交一个 BOI 的一个报告。如果说你所有的资料都准备好的话，那整个流程注册流程的话，可能需要大概半个月左右，也就是1到2个星期，基本上你就可以把这个完全做好，你就可以完全搞定你的一个美国的一个 Stripe 账号。那同时呢，你还拥有了一家美国公司，还有一个美国的电话号码、美国的地址等等啊，这些全部都可以搞定。那么申请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啊，那么也没有关系啊，一点一点的去解决就可以了。当你一旦成功的注册了一个 Stripe 的账号，你将能拥有一个功能强大的一个在线支付平台啊，它可以为你的一个电商业务呢提供有力的支持。在申请的过程当中呢，大家请务必保持一个耐心和细心啊，确保你所有的信息呢都准确无误。同时啊，也要及时的关注 Stripe 的一个更新和政策的变化，以确保你的业务呢能够持续的合规运行。OK， 那今天呢，我的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那所有的相关链接呢，全部都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那么希望本期视频对我们的跨境电商朋友、想创业的朋友呢能有所帮助啊！喜欢我的记得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